第14天，整理本周心得，我感受到什麼？下次會怎麼改進？第14天是第2周的收官之日，我們不學新知識，而是進行一次承先啟後的身心總檢修。第2次靠案檢修，本周心得與改進。2周了，小程翻開這14天來的記錄，從一開始寫下北極星的激動，到第1次下單的緊張，再到建立加碼計劃的篤定。他感覺自己像換了一個人，但同時真實的市場也讓他遇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挑戰。重要心法是進步等於學習加實踐加復盤。每周的復盤是將外部知識內化成自身能力的煉金術，更是將實踐中的感受提煉成智慧的過程。他再次打開每周學習心得的檔案，真誠地回答這2個問題：一，我感受到什麼？側重於情緒與心態。2，下次會怎麼改進？側重於行動與優化。此時，請遵守紀律，不要評判自己的感受好壞，只是客觀記錄，並將改進落實為具體微小的下一步行動。小程的第2周學習心得，我感受到什麼？我感受到，當我按照計劃執行定期定額時，即使股價比我上次買的高，我雖然有一絲猶豫，但執行後的心是安的。紀律它也是戰勝衝動，紀律帶來的平靜。當我看到那篇8%殖利率的文章時，我感受到了不再是 FOMO 錯失恐懼症，而是一種能看穿你的清晰感。複習基礎給了我力量，這是知識帶來的底氣。在查詢除夕日規劃股利再投入時，我強烈地感受到自己是一個資產的建造者，而不只是個買股票的人。這種感覺非常踏實，是擁有的真實感。我必須誠實地說，面對波動時，心中還是有一些微妙的情緒。當持股真的下跌時，即使計劃在手，心裡還是有那麼一瞬間的不舒服。我意識到理論和實戰之間還隔着一層名叫情緒的薄膜。下次會怎麼改進？一，優化記錄系統。我發現我的心情記錄還很主觀，下次我會試着用簡單的詞彙來量化它，例如信心指數1到10分，焦慮指數1到10分，讓它更便於追蹤比較。2，預演極端情況。我發现我的波动应对指南对下跌5%以内想得多，但对暴跌15%或連續陰跌1個月的情況想得少。下周我要找時間去了解過去歷史上的大空頭，模擬在那種情況下我的心情與計劃。3，主動學習。我不再被動等待內容。針對基本面變壞的標準，我決定下周主動去找一隻地雷股的案例來研究，看它的財報是如何惡化的。4，練習不操作。我發現自己有時會手癢，想看看盤。下周我打算給自己一個挑戰，盤中只開盤看一次，收盤後再看一次，練習把時間和精力留給生活與工作。寫完後，小陳看着我感受到什麼的清單，他接納了自己所有真實的情緒，無論好壞。而看着下次会怎麼改進的清單，他沒有自責，只有躍躍欲試的期待。他將這份心得與第1周的並排放在一起，他看到了自己的成長軌跡，也看到了持續優化的方向。他準備好進入第3周成本控管與信念練習的更深層次修煉。給您的深深共鳴與前行祝福。你與小程一起走過了最關鍵的實作適應期，這2周所建立的心智習慣將是您一生投資路上的無價之寶。請相信，誠實面對自己的感受是強大內心的起點。您正在做的正是無數投資大師所強調的，認識你自己。投資的修煉不在於預測市場的轉折，而在於照見自己心念的起伏並馴服它。在優化記錄系統時，將主觀記錄變成量化記錄，背後的正確認知其實非常深。拆成3個層次說清楚。為什麼要把情緒量化？因為人類的記憶與情緒都是不可靠的。今天覺得很緊張，明天覺得還好，但實際上很難回想，到底是3分焦慮還是8分焦慮。量化能讓模糊的情緒變得可比較、可觀察、可改善。主觀的描述，今天心情不好，有點慌，感覺怪怪的，
這個無法拿來做分析。量化的描述，信心7:10，焦慮3%，一看就懂，也能和過去比较。量化情緒的真正目的，不是要壓抑情緒，而是要看見情緒。多數投資者輸不是因為選錯股票，而是因為被情緒帶着走。上漲時太樂觀，下跌時太恐慌。紀律就是看見情緒，而不是被情緒操作。量化後，你能看到什麼情況下焦慮會突然上升，哪一天信心特別低，是否遇到特定事件就變得衝動。這些覺察就是投資心態的激勵訓練。信心指數、焦慮指數真正代表什麼？信心指數1到10分代表我對這家公司的理解程度，我是否知道它為什麼跌，我是否相信自己設定的計劃，我是否能按照紀律執行。信心不是情緒，而是理解的深度。越懂公司，就越不容易恐慌。焦慮指數1到10分代表當下市场波動對你心理的影響，你是否在被市场牽着走，你是否開始想做什麼動作。焦慮是外部市場力量的指標，焦慮高時更應該放慢，而不是更应該動作。量化記錄的終極目的不是要漂亮的記錄本，而是讓你能回答這3個問題：我什麼時候容易焦慮？我在什麼情況下最容易做錯決策？我能不能讓決策從情緒轉向紀律？投資不是比誰更聰明，而是比誰更能保持穩定。而量化記錄就是打造穩定的工具。量化情緒是投資紀律的基礎建設。用數字把模糊的情緒看清楚，你才能避免情緒左右投資。祝福您帶着這份清晰的自我認知與具體的改進計劃，充滿信心地進入下一個階段。願您在第3周的練習中，不僅能更精準地計算數字，更能深刻地鍛造那顆如如不動的投資之心。您做得非常好。第2周完。這一天，小程完成了從知道到感受到的關鍵跨越，並準備好向魅化於心的階段邁進。